施总啊，你现在有空吗？我有几个粉丝问题需要你解答一下。什么问题？微信发你了，你看一下。好的。这几个问题你应该问 Tony 老师啊。我刚刚给 Tony 发过了，但他还没空回我。哦，他今天在上海出差。没事，我给他打电话，顺便查个岗。Hello。喂，咋？突然给我打视频电话干嘛？你在干嘛？我吗？我刚开完一个电话会，然后看会儿资料，我晚上还要开股东会呢。你开股东会穿这么休闲啊？啊？你开股东会穿这么休闲？我每次开股东会都穿那么休闲。说正事儿啊，你现在有没有时间？粉丝有几个问题，婵婵找你，你也不回，有时间你给解答下呗。哦，行啊，我可能刚刚没注意。啥？你说。第一个呢，就是关于咱们这个烘干机里用的这个蒸发器自清洁，有的品牌厂商叫蒸发器自清洁，有的品牌厂商叫冷凝器自清洁，这俩有啥区别？这俩它其实说的都是蒸发器，因为你知道，就是热泵系统的空气循环的方式是就是烘干时滚筒排出的这个湿热气体，它会先蒸过蒸发器，冷凝排水，然后再经过这个冷凝器加热，最后回到桶内。所以整个蒸发器呢，它是紧跟着这个滚筒的排风口的，而且它表面是湿润的，它是比较容易粘黏毛发的所以呢，这个就是为什么说要清洁蒸发器的原因。那至于为什么你看到有些品牌它叫冷凝器自清洁呢？那我个人觉得可能是一种翻译问题。那么你可以看一下这些叫冷凝器自清洁都是哪些品牌？那我个人认为大概率可能都是国际品牌。对。那么实际上这些品牌想要描述的应该是针对空气进行冷却的部件的自清洁功能，然后呢被中文简写成了冷凝器。但专业上面其实我们说的它是一个蒸发过程它和这个冷凝的这个过程，它不是对空气的，它是对冷媒的。所以呢，它其实是一个东西，只不过描述的对象变了。因为冷凝器它的表面其实是高温干燥的嘛，所以从设计角度来讲，它其实搞一个这个自清洁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还有第二个问题关于这个洗衣机的转速我们也经常碰到用户说这个1400转的电机肯定比1200转的电机好，是这样吗？用转速去评价一个电机，我个人认为在洗衣这个领域是非常非常的业余的。首先先说结论那么我们如果从实用性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那么1400转其实只对洗衣机大件棉麻脱水有帮助，那么其他材质的脱水转速基本都在1000转以下那么洗涤转速就更低了。那么第二，从厂商的这个成本角度出发，那直驱电机它因为它的磁极和提炼更高，那么导致这个高转下的这个激波频率和反电动势也更高。那么所以呢1400转的电机它比这个1200转的电机在控制器还有功率器件的规格上面，它也是需要相应的提高的。但是对于皮带电机其实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那我一会儿可以给你发几个电机供应商的这个规格参数，你看一下就知道了。那对于皮带电机而言那么如果负载不改变的情况下，那么转速从1200提到1400，实际上只需要改变一下传动比，那么电机和电控的规格都不用变，那么基本上其实成本上是没有变动。那为啥厂家还要做1200转的？全都做1400转的不就好了？这个是因为提高转速这个事情是有代价的，因为高转下整个电机的噪音、晃动、磨损都会更大，对整个系统的结构性共振要全部重新做设计优化。这个事情一般人是不愿意干的。所以说看转速一定要看洗衣机的载重有没有增加，那么如果载重没有增加，那么意味着大概率你的电机的规格也没有提高。那么第二个就是要看你用的是不是高端型号，那么如果你看的是一个热卖型号，那很大可能你这个所谓的转速的提升是靠牺牲平顺性换来的所以在洗衣机这种入门级的工业产品里面，单纯通过转速去评价一款电机的好坏，纯新手毫无争议的行。 OK 还有最后一个事儿就是洗衣机里咱们前说的这个避震系统，4根减震真的比3根减震好吗？哇，这个东西的欺骗性就更高了，那就说来话长了。怎么讲？你这个你说重点好不好？长话短说。不是，就是减震这个问题它就长话短说不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涉及到整个洗衣机里面最复杂的东西，其实就是整个系统的振动模态和共振特性。你要考虑几何分布的稳定性，你要考虑偏心载荷下的这个力分布的差异，要计算不同模态下可能发生的耦合或者是这个简化。那么这个是要对整个系统建模的。那么你要构建一个刚度矩阵，然后求真特征值。
非常麻烦。所以啊，你看真正的平顺性啊，一定是最高端的洗衣机才能玩的东西。但这里我可以先给你一个简单的结论，我个人认为10公斤及其下或者转数1500转以下，多给你一根减震阻尼，整个系统几乎不会有任何的正向收益。但那么多这个厂商都好多都在吹呀这个事儿，4根减震。很简单，因为4这个数字比3大呀，所以告诉你4比3好，这个话听起来是很容易让人接受的呀，对吧？但是你想想，一根弹簧避震多少钱？OEM 的价格几块钱人民币，液压的撑死了10几20块，但是直接建立了一个卖货的制高点，这个事情多划算啊，对吧？但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洗衣机里面最复杂的以及厂商最不愿意碰的，就是整个系统在多模态下的震动和共振问题。我刚才也讲到了，但是这个就比较复杂，就是反正到时候我们可以再聊细节吧。啊，行，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没问题，我先挂了，我行，还没看完。等会儿，你啥时候回来？啥时候回？我应该